大家好，欢迎回来大声，我是吴薇。今天我们讲一个关于香港的新闻。昨天其实出了香港非常重要的一个新闻，无论是英文媒体还是在大陆的读者，如果你看了新闻，应该都看到一条关于香港的事情。昨天11月19号，香港其实有风球，所以是下的大雨。早上10点多，香港的裁判法院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宣判。这个案子呢，其实是被国际称为国安法最大案，也就是说，依据香港现在的国家安全法，就叫香港国安法共有47个民主派的人士被指控犯有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最后呢，香港西龙法院裁判45个人罪成，分别被判处了4年2个月到10年不等的徒刑，就是香港人会说是入囚。那么这个案子怎么回事呢？我相信很多人不了解了。但是我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是感慨万千，因为不管是这个案子本身，还是这次被宣判的这些民主派人士，在我在香港做编辑、做记者的时候，都是非常重要的新闻人物。我们每天在新闻上都是可以看到的，有不少人我们也采访过，也报道过。昨天看的这条新闻的时候，一个是很震惊，一个是也想看一下公众的反应。结果发现，在 Twitter 上有很多人在问这些人是谁，到底犯了什么事情而国内媒体呢，我们看到官媒的报道呢，当然是就是照本宣科的把他们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这个很吓人的罪名报道出来。那么下面的评论也是吓死人，一边倒的把这40几个人说成了十恶不赦的罪人。所以今天我就想聊一聊，到底香港过去这几年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发生了这么多重要的事情？国际媒体很关注，可是中文媒体基本上已经没有办法准确报道了呢。更何况中文观众已经都忘了香港过去这几年发生什么事情。当然，在我们进入节目之前，我还是要请大家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加入我们大声的会员。每次我想到我有一些特别好的、特别专业、认真看节目的观众的时候，我就内心非常温暖。实话说，在现在时事也不好，然后每天看很严肃、很沉重的新闻的时候，我想到我有一些会员，我有一些认真的观众和读者和听众的时候，我就又有了力量，鼓起勇气来做一些报道吧。包括今天来讲香港，其实我今天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是掉了好几次泪的，因为我查阅的资料，不管是 BBC 中文、BBC 英文，还是香港很棒的媒体，现在base 在新加坡的这个端传媒，他们都做了非常好的报道。这些媒体我曾经都供职过，所以当我翻查过去这几年大家的报道，又回去看香港这几年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时候，其实非常感慨。不管是作为一个个人，还是作为一个媒体从业者，看到香港的事情，看到香港今天和香港过去，我有好多感触。但我觉得感慨是没有用的，我们还是回来梳理到底香港这次47人案是怎么回事，这些人是谁，这个案子到底怎么发生的和为什么这么重要。时间线拉回2021年，2021年1月6号清晨，我清楚的记着这个时间，因为是很罕见的。当时香港的国安处的警员们突然一时行动，在同一时间里登门逮捕了好几十个民主派人士。事后大家一统计发现是53个民主派人士被捕。而其实这些民主派人士呢，都是来自香港的民主阵营的不同光谱，有学者，有媒体人，有议员，有律师，还有各种政治活跃人士、NGO 和公民社会人士。其中比较有名的就是曾经在香港大学教书的法学教授戴耀廷。戴耀廷在香港的民主生活里是很有名的一个名字。是他2014年的时候呢，也是因为香港当时的这种民主抗议和一些针对大陆对香港的一些立法的一些抗议，所以当时有香港的反占中抗议。戴耀廷是几个组织者之一。从14年一直到2020年、2021年他被捕这些过程中间，他其实一直都是非常非常活跃的政治人士，也是大家说的，就是中国的话就是说是黑手，但是在香港呢就是有威望的公共人士，而且他非常有影响力。另外一个人就是当时28岁的著名的民主活跃人士黄之锋。
还有一些我们当时在媒体上非常熟悉，但是大陆人或者海外其实没有那么注意的一些议员，还有一些各个区议会的参选的这些候选人，他们当时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呢，都是希望呼吁香港做这种独立选举，或者叫做双普选。53个人被捕，当场呢是可以获保释，因为在香港当时的法律环境里面，一般来说被警方抓捕以后24个小时之内是保释，然后等待法庭过堂，给了你一个罪名，然后回去再走法庭程序。但是因为当时的时间线是刚刚有国安法，其实还没有什么具体的案例来激活这个国安法，所以其实现在我回头想想，当时的司法环境是比较懵的，大家都不知道这个国安法到底要怎么执行，具体的这种法条到底要怎么释法和怎么具体执行，因为国安法是一个在北京的影响和直接干预下立的一个法。那么被抓捕的这53个人呢，被取保之后，2月28号，47个人被起诉，犯有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而这个控方给的理由呢，他们的罪行就是一个，就是组织和参与了2020年7月的一个立法会民主派内部初选，就这个行为违反了国安法。从出来这个罪名，这个案子就一直备受关注，因为国安法是一个对香港人来说非常新鲜的法。之前香港本地看的法是基本法，基本法的原则是一国两制，就是大陆有大陆的法，香港有自己香港独立的法律体系，而且香港的不管是法律还是法官，还是整个香港的法院的这种运行机制跟中国大陆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国安法是完全在北京的关注和直接干预下面快速立的法，所以国安法当时就没有人知道要怎么去解释、怎么执行和怎么与香港本地的法律来衔接。这个案件一出来，包括这个罪名也是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也是非常有中国大陆特色的一个罪名，所以香港媒体当时也是懵的。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都不知道要去怎么去解释这个国安法。也因此这个案子从一开始就被认为是一个典型性的案件，来具体观察和理解香港在反送中抗议，北京直接干预，完全压住了香港的抗议和重塑整个香港本地的政治民主文化生活之后，要怎么样执行新的这种法治。因为老说以法治国，以法治国，但是后来香港人也明白了，以法治国的意思就是先立一个法，然后用这个法来治香港。但是香港人需要时间去理解，到底如果一国两制被放弃，基本法也成为历史文件以后，这个国安法到底会如何根本性的改变香港本地曾经有过的这种司法独立。这个案件就是一个分水岭性的案件。那么从他们被捕到现在基本上是4年的时间。那昨天这个案子宣判，大家也看见了，就是一个世纪型审判。所以国际媒体有很多评论，有些人就直接说这是香港的美丽岛大审判。我们都知道台湾的美丽岛事件其实是后来促进了台湾的民主化改革，现在香港的讨论民主化都已经不是要讨论的，但是基本的新的国安法下如何以法治港，在北京的授意下，新的香港政府如何执行国安法，这个案子是一个典型案子。而且我们现在知道呢，负责这个案件的法官呢是3名根据国安法指定的法官，我把他们名字念出来：陈庆伟、李运腾和陈仲恒。而且这个案子也不再设陪审团。指定法官，香港其实有一些外籍大法官也都在过去这几年已经辞职离开香港的。
又不设陪审团，这些都是不符合香港以前法律操作的行为，但是现在也都执行下来了。那么在几乎4年的各种开庭和庭审之后呢，昨天的宣判是什么呢？47个人里面，除了2个人呢给最后脱罪，就说他们没罪，其他人全判入监。昨天消息传来，国际媒体和西方社会非常震动。纽约时报就说这样一个大规模的审判彻底摧毁了香港一度活跃的亲民主和反对派的各种活动，而且其实也是向香港人发出警告，也向所有人发出警告，反抗北京的代价是高昂的。而且呢，就像我说的，纽约时报也是这么定义的，说这个世纪型的审判是北京政府对在2020年开始在香港实行的国安法最有力的使用，就是立了法最好的使用就是这个案件。而这个法对也是要向香港市民告知，当年2019年6月开始的持续了数月的反送中和反对北京甚至对中共的这种对香港的管理提出抗议的这些行为，最后你们是要有代价的。所有这些被诉的人士其实都是当时领导了香港反对派的民主运动的这些活动人士，而且全是精英，他们集体被遭起诉，然后集体高调的被严厉的判刑，这件事就告诉了世人，香港的民主没希望了，很沉重的一个信号哈。具体来看，被判刑的这些人里面，当然是判的最重的就是我刚才说到的这个戴耀廷。现在被认为呢，戴耀廷是整个47人里面的大脑和主要的推手，就是整个这个犯罪行为他是总设计师，所以他被判囚10年。另外的几个呢，反对派政界人士和活跃人士，比如说像欧若轩、赵家贤，还有钟锦麟，这些都是在香港参与民主选举的这些区议员，他们都被判处6年、7年左右的这些徒刑。一会儿我会把所有的人的判刑的时间都列在屏幕上，大家可以具体的看，而且我们也会列出来一些媒体信息。其实香港媒体还有一些国际媒体，比如说我曾经供职的 BBC 中文端传媒，大家都做了非常完整的梳理，我把链接都放下来。还有刚才我说的，像黄之锋是4年08个月。我专门要提的是始终不认罪也不给自己求情的记者何桂兰。何桂兰曾经是我的同事，她曾经在 BBC 中文工作过，当年是非常勤奋、认真、努力的记者。我到现在都记得，她总是一脸严肃的坐在我们当时很狭小的会议室的一个桌子上，也不太说话，非常认真的写稿子。她对每一个稿子的那种认真和执着程度，让我就是现在记得都是那种如履薄冰的跟他工作，就是作为一个编辑，对这么一个认真的记者在那写稿子，我永远都记得他那个坚硬的坚强的身影。后来他离开 BBC 中文以后去了欧洲读书，我记得，然后在暑假的时候他回来，在当时香港很有名的立场新闻做记者，一直跑在报道香港抗议的前沿，就经常是哪里有抗议他就去，所以他还在现场做了很多视频的直播，就被香港人称作立场姐姐。他的出名其实也是蛮偶然的，就是当时香港地铁里有一个暴力冲突事件，也不叫冲突事件，其实是抗议者在地铁里被打，然后他在现场呢也被打了，但是整个这个过程被立场的直播给记录下来了。所以他被打成名之后呢，就更加坚定地站在了报道前线。当然，立场新闻作为一个当时非常有名的港媒，也和苹果日报一样，都被查抄和取缔了。所以，他曾经供职的立场新闻已经不存在了。那么，何桂兰离开了立场之后呢，他就转而参与民主选举。后来他也参与了这个香港的区议会选举，
但他被抓以后，在数次出庭和这种审判呀、辩论中间的，他是从来没有给自己陈情。香港媒体有一个词叫当地法律环境里有个陈情，这个其实就是 self defense， 就是为自己的一个解释和辩护。他就全程没有做这件事情，然后他也坚决不认罪。所以他就没有获得1天的减刑。昨天宣判回来的结果是他被判7年入囚。我刚才提到这么多时间的点上，我估计可能不太熟悉香港政治生活的人就有点糊涂了，所以我还是要把这个案子放到香港抗议和国安法立法的整个的时间线里头，可能就更能帮大家一起回顾香港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如果我们还记得香港反送中抗议的时候，就会记得2019年3月香港政府提出要修订一个逃犯条例。这个逃犯条例呢，其实是允许引渡犯罪嫌疑人回大陆去受审。我刚才说了，香港一直是有独立的司法体系的，从警察的运作，抓捕的程序，到面对检察官的起诉，到出庭，一切的这些法律体系，都跟大陆完全不一样。所以香港人也一直引以为豪的也是有独立的司法和自由的媒体。那么当时19年3月的时候，港府提出来要修订这个逃犯条例，说以后如果有犯罪嫌疑人是可以引渡回大陆受审的时候，香港民众是非常的反对的，所以也就出来了反送中抗议运动。那么从6月9号开始，先是100万市民和平上街请愿，然后是300万，后来基本上就是每周都有不同的组织方来提出各种各样的诉求，来组织市民和平上街请愿。这个细节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了，就是你不管是不是在香港，你肯定知道香港那几年就是天天在上街抗议，市民们都是在街上的。那么各种不同诉求的人，可能有的是相对亲北京的，就会觉得这些抗议非常让人烦。那么大量的市民，最多的时候是几百万人在街上的时候，大家都认为我们通过和平请愿的方式，我们去行使我们自己的这个抗议示威言论自由的这个香港市民的合法权利。那么几个月香港人都在街上抗议，他们的抗议持续，后来就逐步升级，因为人不断的抗议会疲倦嘛，那么总是提出一些诉求。可是当时的香港首脑特首林郑月娥是北京非常喜欢的一个女特首，可是她对香港抗议者基本上就采取就是也不理也不说什么，就是耗着大家，所以这个抗议活动持续升级，大家的情绪，香港人的情绪越来越升级。后来抗议者呢就提出5大诉求，基本上要求的就是完全撤回这个修订法案，要在香港实行普选，要释放在历次这些抗议活动中间被警方抓捕的这些被捕者、抗议者。虽然有一些人确实有一些比较过激的一些暴力行动，比如说砸东西啊，砸一些店铺啊，还有一些点火啊什么的，所以也不断的有警方抓了不少的抗议者。就大家当时说的所谓黑暴嘛，就是中国媒体说的黑暴，就是蒙面的抗议者。其实当时的蒙面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有的是不愿意暴露自己的身份，有的是因为后来警方在镇压这些抗议活动的过程中间，使用了越来越多的催泪瓦斯、催泪弹，各种各样的有毒气体，所以大家就都要用着布蒙着面，或者用着防毒面具蒙着面。这些我们因为在做记者的都是在街头，每个礼拜每天都是要在街头的，所以不管是催泪瓦斯，还是防毒面具，还是辣椒水，还是水车，我都是经历过的。我现在提这些画面的时候，我的情绪其实还是蛮不平静的。所以其实那几年所有在香港街头做过抗议报道的媒体人，现在都或多或少有一些创伤。
当然这是题外话了，我再说一下五大诉求。五大诉求就是说，一个是要完全撤回修订案，在香港实行普选，释放被捕者，然后要求调查警察的暴力，还有要停止定性抗议者为暴徒，因为当时的词已经是暴徒是黑暴，已经用了这样的词了。那么这五大诉求提出来以后呢，当然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是一直没有反应，直到6月15号，他就宣布要暂停搁置修订案。其实这个进展还蛮快的，你看才上街了1周就暂停了，但是呢，因为抗议者还是要求完全撤回，而不是要暂停，而且要逐步的还是要扩展到要求更多的民主改革，要北京政府停止，在逐步的侵蚀香港本来有的这种司法独立呀、言论自由啊。这些民主参与呀，其实是提出更多的民主诉求，而且说了5大诉求一个都不能少。那么民主派和港府的矛盾就越来越升级，而且民主派后来还提出双普选，希望在香港的行政长官选举和香港立法会选举2项全面实现普选。当然现在回头看看这些要求，不管是香港政府还是北京中央政府是一概的不能同意的，但当时的局面，在街头的局面就是所有人都在互相试探底线和试图出牌嘛。那么到了8月和之后呢，就这种抗议就蔓延到香港的多个地区，香港警察和示威者越来越多的有冲突，国际局势也是开始越来越紧张，国际媒体都在关注香港局势。9月份的时候，香港政府就宣布要正式撤回修订案，可是抗议者仍然要坚持其他诉求，就是说我们这抗议活动不能再停止。11月，香港的很多大学校园就成为了抗议焦点，局势就更加紧张。现在我们想一想，有当时理大也好，各个大学也好，学生们就开始占据校园，然后就用更多的涉及更广泛政治议题的抗议来希望跟政府对话，尤其是强调香港要有自己的民主和自由。当然这些抗议在持续了5个月以后，也没有什么具体的进展，人困马乏，市民和抗议者的这种之间的这种不满情绪也越来越升温，然后就到了11月24号，香港当时要进行区议会选举，香港是有18个区，所以它有18个区议会，要有452个民选的议席在这个选举中要产生。这样的区议会选举呢，每4年举行一次，但是因为有香港这种民主自由的这种抗议的这种大环境下，所以当年的这个区议会选举有几个重要的历史意义。一个是当时的投票人数创下了香港历史新高，一共有290多万登记选民投票，投票率高达71.23%。要知道，香港总人口有750万，可是登记选民410万。这种任期4年的选举，它一旦成功了的话，等于就要在2020年到2023年期间都会对接下来的香港当地的社会政治活动有所影响。第二就是香港当时还是有比较清晰的这种立法、司法和对行政的政府的这么样一些预算监督嘛，所以在立法会和议会层面，如果是民主派占据优势的话，其实是仍然能够保持住香港的民主社会生活。当时的这个香港区议会选举也是其实蛮新鲜的记忆，因为中国的领土上能够这样让选民投票选出议员的机会其实不多，所以当时我记得我在手机上通宵看着这次投票的结果，一个区一个区在数票，然后就眼看着民主派的这议员在各区基本最后是大获全胜，然后所以在高投票率的推动下，民主派阵营呢首次在多个选区大获全胜，当时取得了全港86%的直选议席，而建制派就只拿到了59席。
建制派是北京最喜欢的人，也是因为一个是多月的抗议，一个是这次区议会选举，不仅是破了香港历次选举的记录，也让民主派在这个香港行政长官选举议会委员会中的117个区议员席位全都拿下来了。普遍当时认为，这个其实是香港市民对于林郑月娥这个北京最喜欢的港首一个直接示威，就是说我们不喜欢你，但大家用投票的方式表达了对现状的不满和对民主的诉求。但是北京对香港的抗议局面，一个是非常不满，认为香港完全失控；二就是快速通过了港府国安法，6月30号非常快速的通过了国安法。中央政府就说，区议会选举中间，民主派通过舞弊、暴力、胁迫、恐吓的手段操纵了选情，然后将区议会变成了港独宣传和颠覆活动的平台。那么这个指控也就为中央政府日后对香港选举制度的改革彻底铺平了道路。在国安法实行以后呢，民主派就积极推动这个在立法会选举里的35+计划。什么意思呢？就是民主派大家不管是什么样的光谱，不管是相对温和的还是绝对的强硬的，认为香港一定要独立的这些，他们都认为只要通过初选的一个相互协调，在立法会70席里面过半数，就能够否决预算案，也就可以胁迫港府回应这种反送中中的5大诉求，也就可以在立法会层面继续对抗香港政府。我现在都记得2020年6月30号的时候，香港国安法正式实施。其实当时这个立法是非常快速的，基本就是北京完全受益，然后香港这边一马平川往前推。当时的这个法律授权香港政府和北京政府可以采取严格措施打击分裂国家、颠覆政权、恐怖活动和打击各种勾结外国势力的行为。这个法当时就认为是直接针对香港民主派的活动的。7月份，民主派呢就举行了一个初选，他们的目的就是希望呢，确保民主派能够在立法会层面占有绝对议席嘛，就过半数的选票。那么，而且他的目的也是让不管什么样的光谱，不管是更亲北京的，还是这种强力的。极端反北京反中共统治的这些民主派呢，让他们各方团结起来，这样在选举中获得最多席位，来推动香港的民主改革。就大家当时还认为，就是民主派这些人士认为，在民主的环境下，在香港当时的选举和法律结构下，他们还是有空间，还是可以跟政府对抗，做一些民主的推动和改革的。但是这样的行为在香港政府就直接被认为颠覆，而香港政府当然他们的背后依托的是中央北京政府嘛。所以呢，9月份的时候，原定的香港立法会选举被推迟到了1年以后。当然给的理由是疫情。12月就又出来一个事情，就是有4名民主派立法会的议员就直接给立法资格，就作为立法议员的资格就给取消了。时间就到了2021年的1月6号，就是香港国安处的警察，虽然还是香港警察，但是他们有一个专门成立的处叫国安处，大规模拘捕了50多名民主派人士，指控他们违反国安法中间的颠覆国家政权罪。从正式起诉到11月18号，昨天，你想这经历了多长时间？控方就认为，作为主使人的这个戴耀廷提出来的这个在立法会获得35+计划，就是获得半数选票的这个计划，通过初选协调候选人，就是要利用立法会的预算案否决权来引发在香港的宪法危机，目的就是迫使行政长官辞职。控方认为这些行为已经构成了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那这个地方我就要说一下这个国安法的这条颠覆国家政权罪了，不长，我把它念出来。国安法第22条非常吓人，也非常重要。
完全是一个政治罪，所以要念出来。说的是任何人组织、策划、实施或者参与实施以下武力、威胁使用武力或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颠覆国家政权行为之一的既属犯罪。一是推翻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确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二是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权机关或者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权机关；三是严重干扰、阻挠、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权机关或者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权机关依法履行功能；四、攻击、破坏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权机关履行场所及其设施，致使无法实施功能的。量刑部分针对这一条罪，对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可以处无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对积极参加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对其他参加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23条呢，是说的是跟这相关的罪，但是是煽动、协助、教唆或以金钱、以其他财物资助实施22条犯罪的，也属犯罪。我们熟悉大陆法律的公众或者报道者，我们都知道，刚才的这个罪行表述不是香港法律的表述方式，这个罪完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罪，在中国是有煽颠罪的，煽动颠覆和直接暴力颠覆的，但是这样的罪搁在香港国家安全法这个新的法里面，对于香港市民的震慑和在法律界引起的这种困惑，还有司法机关法治专业人士的这种释法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我记得我当时在香港也采访了香港政府的人，包括律政司的人，他们也是反复在强调一些我们都比较熟悉的北京政府提供的一些话语，香港人自己完全没有消化和理解要怎么使用这个法。但是在这个控方对这几十个人的控罪中，可以提取4个关键词，也是揭示过去这4年，香港本地媒体还有这个给40几个民主人士辩护的这些律师大律师中间反复在论证的，其实也是一个香港本土人士一个更加理解中国特色的过程。这个控罪中有4个关键词，一个叫串谋，一个叫以非法手段，一个叫严重干扰，还有叫颠覆国家政权。那么这几个词儿就中间的这个量刑和解释空间就非常大了。而且我们现在知道，其实当时这几十个民主派人士，他们的目的是要去协调、开会、然后去参选嘛，所以其实有大量的会面讨论结果在过去这为什么这么多次的开庭辩论，一次一次的都在提交这各种方面的证据，众多被告互相之间就要自己去自辩，和律师也要提供证据来辩护，然后彼此还要交叉指控，还要交叉论证来证明一个是不是同一个串谋，或者是这些被告同意做同一个串谋，还有就是这些被告每个人是否有主观意愿去颠覆国家政权。还有是这些人他们要参与进行这个35家的这个选举协调，他们的目的是不是真的要无差别去否决这个预算案，从而在立法会层面给林郑月娥的香港政府予以麻烦，而这个行为是不是属于颠覆罪中间的非法手段。这些东西听起来好像很专业，但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我们都知道法治，什么叫法治？是第一有清晰的法律，第二有非常清晰和公平的程序，第三是在疑罪从无的前提下要独立审判，要独立取证，要给充分的辩护权和非常清晰的裁量解释。这些东西在香港市民对于法治和民主的认知中间，整体香港市民和媒体对这些事情的认知是远大于简中媒体和简中公众的。
可是国安法的这么一个尚方宝剑悬在上面，从法律工作者到法官到行政人员到警察，其实都在一个强迫越来越中国化的大陆化的过程，就大家也不知道要怎么去看着北京的脸色，用北京的思维方式来处理香港本地这么重要的一个案件，尤其涉及的又是选举这些最有民主特色的案件细节。所以有大量的论证，我今天翻查的时候，我其实很感慨，我就眼看着香港的一个本土化的司法制度，越来越大陆化。你看，像简单举2个细节，这中间有大量的端传媒的分析和解释，我一会儿把链接放在下面，我希望大家能去看具体的报道。比如说，这个控方认为，颠覆罪下面的其他非法手段不一定涉及武力，也不一定非要本身就是犯罪行为，而是可以是任何违反法律和规则的行为。还有呢，控方还认为，无差别否决预算案，就是这些立法议员们在议法会层面去否决一个行政长官的预算案，这个行动是否滥用基本法赋予议员的权利，违反了维护基本法效忠香港特首的原则，或者是不是构成了公职人员的行为失当罪，都是政治决定的，而不是具体法律决定的。而辩护律师们就试图说你们法律从来也没有规定香港议员可以凭什么理由否决议案，也从来没有明确说什么叫滥用否决权。现在因为这些议员们要去否决一个林郑月娥当时的一个预算案，就说这叫非法行为，他们接受不了。再说一个特别有中国特色的法律焦点，就是控方和辩方都在努力去解释什么叫做国家政权，什么叫颠覆国家政权的行动门槛。这个案子的法律争议之一，也是因为这些被告他们的罪行中间涉及颠覆国家政权。那么给这些民主人士辩护的律师们就认为，国安法或者其他的这个地方的这个法律规定从来没有对颠覆和国家政权这2个词语做出具体的定义。关于重判这些人的目的，香港政府呢在一次一次的开庭的过程中呢，派了他们警务处的国家安全处总警司李桂华多次面对记者提问，也都说得很清楚。5月30号那一次开庭，当面对记者提问的时候，李桂华就说你们这40多个人里面有16个拒不认罪的被告。公众说裁量過重，但是李桂華說什麼呢？香港警方國安處咧係歡迎法庭今日咧係裁定咗35家串謀顛覆案入邊14名咧係不認罪嘅被告咧係罪名成立嘅。雖然咧係有2名嘅暫時脫罪嘅被告啦，但係我哋喺判詞入邊咧都睇得出，法庭都認為咧呢件事情係一件好嚴重啦，同埋睇到咧每一個被告咧亦都係有一個串謀犯罪嘅企圖入邊嘅。有唔同嘅角色。雖然咧佢哋嘅參與度係有所不同嘅，但係呢一班嘅人士全部都係目無法紀，以身試法。今日法庭咧喺毫無合理懷疑嘅定罪之下將佢哋定罪啦，再加上係義正辭嚴嘅將佢嘅個裁決咧，我哋可以話咧對佢哋嚟講咧係一個當頭棒喝嘅，俾佢哋知道佢當時做嘅事係錯，係犯法嘅。李桂華對着媒體說今天的這個對16個拒不認罪的人的判決，就是要當頭棒喝，讓他們知道當年做的事兒是犯法。所以曠日持久的審判昨天呢半個小時出了結果，而且呢審判的判決書用英文上網。
其实关于这次重判这些人的目的，香港警方和香港政府多次对着媒体说，就是要让香港公众知道，当年这些民主派参与初选这件事情就是违法的，而且要让你们知道违法，就是要重判，给你们当头棒喝。昨天的审判之后呢，很多媒体都报了，有一个姓王的先生在法庭外，就是说他说了很多香港人说的话，就是说如果这一次审判像香港的美丽岛大审一样，应该是香港历史上很重要的一刻，说自己作为一个没有移民的香港人来听审，也是唯一可以做的一件事情了。作为香港人，想自己记住这一刻。此外，香港这一次的这个大审判在国际媒体上被广泛报道，从 NBC 到 CNN 到路透社到法新社，大家一致的态度就是认为，如果过去几年中国政府还在反复说香港有一国两制，有依法治国，香港一切都是要以法治精神为基础的话，那么这一次的这种重判，其实向国际社会呈现出来的是香港再没有独立的民主和司法。当然，中国的外交部是不这么认为的。中国外交部认为，整个香港不管是当年的反送中事件，还是后来的示威，还是民主派的各种各样的与政府的对抗和民主化的行动，都是西方势力的一个对香港的干扰。我们今天对47人案的梳理就到这里，但是对于香港过去这几年发生的事情和变化的总结和梳理，其实远没有结束。这个过程是蛮沉重的，也是让人挺遗憾的。我们看见香港曾经是一个那么璀璨的东方明珠，香港之所以是香港，就是因为它有一国两制这样一个独特的政策环境，它是一个天然良港，它有独立的司法体系、自由的言论和这个独立的金融监管体系。它背托中国，但是面对世界。但是从19年到现在这几年，香港局面的急转直下，让所有关心香港和关注香港的人，其实都觉得蛮痛心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